今天我为各位喜爱古籍悬疑的朋友带来一则收录在《唐人传奇》的故事。唐代有2位落地进士，崔雅与张祜，意气相投，常在江淮游历纵酒，最爱以侠客自居。有一回，崔雅酒醉后挥毫写下一首诗：太行岭上3尺雪，崔雅袖中3尺铁。一朝若遇有心人，出门便与妻儿别。这诗展现了典型的江湖侠客精神，为义气可抛妻弃子。虽然现代看来是典型8加9渣男，但在唐朝却很受欢迎。诗一传开，整个江淮轰动，人们赞叹崔雅、张祜真乃当世侠士，当地豪绅争相设宴款待，两人走到哪儿都受人敬仰，好不风光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张祜托关系让儿子谋了小官职，靠俸禄攒下一笔积蓄。这天夜里，月黑风高，一个满身血迹、腰佩长剑的壮汉闯进张府。壮汉沉声问：“这里可是张侠士的府邸？”张祜听到侠士2字，心中窃喜，连忙恭敬相迎：“正是，壮士请坐。”壮汉坐下长叹：“我有一杀父仇人，追了10年，今晚终于手刃了他。”说着取出一个血淋淋的布囊搁在桌上，这里面就是那贼人的头颅。张祜心跳加速，竟隐隐兴奋。壮汉问：“府上可有酒？”张祜立刻命人取酒相待。几杯酒后，壮汉眼神郑重：“离此3里外有位义士曾救我性命，今夜既报血仇，便想报救命之恩。只是我身无长物，若侠士能借我10万名，我便能好好酬谢恩人。此后若侠士有难，在下赴汤蹈火，愿做牛马报答。”张祜听得热血沸腾，心想这才是真正的侠客。他二话不说，当即将家中所有银两数足10万名奉上。壮汉接过钱财，拍案而起：“今生再无遗憾。”又指着血囊说：“这囊便留在府上，明日一早我报恩完毕，便回来相见。”说罢，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第2天日头升起，壮汉始终未归。张祜等到日上3竿，心里不安。他想，若让官府发现家中藏人头，岂非惹祸？不如先埋掉。家人战战兢兢打开布囊，里面竟是一颗血淋淋的猪头。张祜如遭雷击，呆立当场。他恍然大悟，我平日只会吟诗作赋，自称侠士，实际却连江湖险恶都不懂，竟被骗子如此愚弄，10万名打了水漂。他长叹道：“虚名无实，真可谓戒啊！”从此，张祜再也不敢自称侠士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唐朝有诗酒侠客，现代有社群网红。张祜被一颗猪头骗走10万名，现代人也常因几句赞美就掏空钱包。记住，当有人叫你大师、老板、专家时，先摸摸自己口袋，别让一句称赞让你变成冤大头。毕竟人设立的越高，猪头送的越快。若你也喜欢这类唐人传奇的单篇故事，别忘了按赞与订阅。我们下回见。